第101章找丁资。周光华去年年底狗急跳墙，带人来博越深圳公司闹事。高燕说这事儿的时候故作轻松，但是我知道当时那个情形肯定非常紧张，因为周光华和高燕本来就不对付，他主动上门找茬，哪里是可以轻易摆平的。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两家公司彻底撕破了脸皮，我和周光华、高燕和周光华之间都撕破了脸皮，大家都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也就没有什么客气可讲了。今年上半年我们和上高必然有一场恶战，商场如战场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我琢磨这事儿，一下就想到了丁资，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跟丁资打个电话，添堵吗？现在大家搞成了这个架势，能用的办法都要用，能给对方添堵的事情绝对不能放过。我拨通了丁资的号码，电话一接通，我听到丁资很冷漠的声音。什么事情？他没有喊我的名字，语气非常冷漠，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势。很显然，现在我在他那里的评分很低，估计已经被他划为了厌恶的那一类人了。不过我别有用心，所以才不管他的态度呢。我十分热络的道：丁总，新的一年，我打电话专门给您拜年的，祝您新的一年事业红红火火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我这一说，电话那头丁资就不好发火了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我打电话给他拜年，说的都是吉祥的话，他能生气发火？广东这一边最是讲究这个，过年拜年图吉利嘛。谢谢你，陈斌。丁资对我表示了感谢，我说这都是应该的，然后我说对他是如何的感激，如果不是他在关键时候给我签预名单，也不会有我的今天。反正就是说好听的话，女孩子不都喜欢被吹捧吗？我就图其所好。我感觉丁资的态度似乎有了一点软化，他问我：陈斌，你给我打电话绕这么大的圈子，不只是给我拜年问好吧？我道：丁总，我真的就只是向您问好，再没有其他的企图。我顿了顿，又道：对了，您既然这么讲了，我好想不说点事儿，看您不安心。去年年底我回湖南了，上高深圳公司的周光华竟然趁着这个机会带了100多人来我们日光大厦闹事，这就有点掉价了，是不是？他手底下8个部门，业绩干不过我们就耍赖皮，搞黑恶势力那一套，他这是要干啥呢？关键他要搞那一套也没事，专门挑我不在公司的时候来，就欺负我们高总是个女孩子。说句实在话，这件事干得太丢人了。当然，这事儿跟您肯定没关系，但是您毕竟是上高的投资人，是上高的大老板，您说上高进出周光华这样的人渣，这不是给您的脸上抹黑吗？我一通加枪带棒的对周光华是各种奚落，属于把他踩在脚底板还摩擦2下的节奏。说完之后，我也不给丁资回话的机会，话锋一转道：丁总，本来这些烂事儿我都不想跟您说的，怕污了您的耳朵，这不您主动提起来了，我没有忍住给吐槽了，您别往心里去，反正周光华是狗改不了吃屎的性子，我这不回深圳了，他要真有种，让他放马过来，咱们好好斗一斗。不过我觉得咱们出来混都是求财的，他要真有本事，咱们就比业绩，打架斗殴那算个什么狗屁事儿？靠这个能发财致富，那咱们千里迢迢跑深圳干啥？在湖南老家就能操练起来。丁总你说是不是？丁资冷笑道：陈斌，你真卑鄙啊！我说丁总你怎么讲呢？咱们可是体面人，得本着公平公正的角度来评判是非曲直，拉偏架可就损了您的尊贵身份了。丁资道：我才不拉偏架呢，我是发自内心觉得你这人卑鄙，你跟周光华都完全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，你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所以你可以各种不按套路出牌。周光华披着我们上高深圳公司总监的皮子，他干事情处处顾忌，相当于被捆住了手脚，你们这是公平的争斗。我哈哈大笑，心想丁资这女人还真不是花瓶，把这个局看得明白。不过她的屁股肯定是坐偏的，面对这个情况，我怎么可能认怂？我冷笑一声道：我明白了，丁总您说的对，我一个小经理周总怎么斗得过我？需要哪一天我被提拔干了总监，到时候周总定然就能分分钟把我斩下马了。丁总，那行，我一定努力把业绩干上去，争取早日提拔总监，早日成为周总合格的对手。丁资在电话那头气得不轻，可是他却又没有办法驳斥我，毕竟现在上高深圳公司和我们的竞争处境尴尬，他们8个部门，我们2个部门，结果我们2个部门基本上吊打他们任何一个部门，虽然在总业绩上面他们高一点，但是人均来算，我们甩他们几条街。更难受的是，我总能有办法让他们不安生，我是挑着各种机会给他们添堵，让他们感到恶心，关键他们也想跟我斗，但是在业绩上又斗不过我，这是最恶心难受的地方。结束了和丁资的通话，我心里觉得很舒坦，但是丁资估计气得捶胸顿足，他是什么身份？他一年要投资的公司有多少，却要被我这样一个小业务员给奚落，他的恼火可想而知了。他生气了，对上高的高层来说肯定后果严重，而对我来说则是极其有利，兵不厌诈。现在我们就是这样的态势，只能通过非常手段来解决问题。我给马从静打电话，我说老马，就算我们深圳公司是后娘养的，你也该来望几眼吧，不能什么都不管啊。
现在我们这么困难。马从敬冷笑道，深圳公司再糟糕，用得着你给我打电话？狗拿耗子！我说高总知道你我关系不一般，让我找你走后门，要不然请不动你这尊真神。我和马从敬在电话里斗了半天嘴。马从敬叹口气道，高燕以前我还真高看了他，这点困难都扛不住了。行，我周六过你们深圳公司，